健身的人跑半馬是不請教你，難道要請教傑化嗎？不可能是請教他。這樣你是什麼時候要跑？我們11月29 Garmin Run。哦，同一場哦。哎呦，目標多少早安各位，我是瘦丹哥。今天這支影片的系列呢，就是要給大家看這個備賽半馬從零開始的一個系列影片，第一支。那我自己之前呢，像是比過健體啊，跟比過 HYROX， 然後這一次要準備半馬，就是因為我們 HYROX Sub 60，我覺得半馬一定要跑出一個好成績，我們的跑步能力才可以再進到下一個檔次，所以才會要來認真，超級認真來準備這個半馬。我的目標會設定在11月底的這個 Garmin Run。21K， 所以大概還有半年的時間，就會把裡面的不管是跟教練的訓練課表啊、跑者肌力訓練，還有是一個很大的隱患，我其實一直都沒有講過，就是我左腳膝蓋一直都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，這些的改善跟進步都是怎麼做的，我就會把它拍起來，可以給想要做這件事情的人一個很大的參考的方向。半馬的話，目前我參加過一次，就是前陣子去關島拍攝的影片，雖然那一次是去拍影片的，但是我跑到後面，我的左腳就真的是幾乎要爆掉，最後是一拐一拐的跑進去終點線裡面，所以這一次的 Garmin Run 可能就會是我的第二次跑半馬，然後教練就會去幫我設定目標，看我可不可以達成。然後現在快速講一下課表，就是剛從哈薩克回來，我講哈薩克我們去2個禮拜，我瘦的不成人形，也沒那麼誇張，但是給大家看一下哈薩克，我跟榮歷險記的 Ben 去拍了一些很酷的影片，要放在他的頻道那邊。OK， 所以回来的时候，我们 NID 的教練就是叫我們要好好的去做恢復，所以開始每一周我先把跑量堆起來，現在一周就是設定要跑到40公里的跑量，所以今天慢慢的先讓自己的體能恢復回來，然後再進入這個狀態繼續跑課表下去。OK，let's go。這邊有我們的我弟一起跑，但他要跑 LSD， 我沒有辦法，我必須還在做恢復。他就是我們家第一個跑到破90半馬的 AKA 霹靂小組。你的身材看起來很像是一個專業跑者。有，好 ，OK， 那你先跑吧，拜拜。像不像兩個雙胞胎跑步？你今天課表是跑怎樣？20公里吧。20公里。Holy shit！ 我只需要跑40到60分鐘就好了。哇，啊，你配速要配多少分的 ？OK， 所以啊。OK， 好，現在跑大概30分鐘左右了。我覺得從哈薩克回來，體能掉的非常之多。原本大概6分鐘、6分半的配速，就是在Zone 2，但是現在這樣的配速，要跑到Zone 3底，我覺得可能真的是前一陣子 HYROX 比完休息太久，然後技術體能也開始下降，手錶一直在通知。剛好這幾周就是要跑一些比較Zone 2的課表，相對比較輕鬆，但是把技術體能再打底，重新堅定回來會比較好。老實說，一開始看到會有點氣餒，但是其實大概跑的3天之後，我覺得進步幅度就是慢慢回來的那個幅度就很明顯。我覺得真的是不要太苛求自己，然後給自己一點時間，不然其實這樣子我們也不是專業的職業運動員，你不可能一直維持在高峰嘛。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自己的心魔也要對抗一下，這樣子才真的是可以把每個運動都做好，比較大的關鍵。OK， 好，現在大概跑步已經大概 total 20K 了吧，所以這一個禮拜大概已經跑完一半的部分。然後我覺得有一個非常明顯的點，
疲勞程度越來越高了。那時候在開始回來背半馬的時候就知道，因為我重訓還是會維持，所以一定會變得超級累的。尤其是如果我晚餐有時候拖太晚吃的話，然後就會睡不好，然後睡不好，修復就會變得超級差，然後隔天的訓練就會變得很不好，整個循環就變得非常的糟糕。我就突然想到，我媽小時候都會說，哦，她睡前不能吃太多東西，她會不舒服。我想說，哇，鬼扯，這東西吃飽了睡是最舒服的。但沒想到過30歲之後，哇，自己也遇到這個問題，所以現在吃晚餐一定會在大概7點多的時候，因為有時候比較晚，可能7點多吃，但是8點後就盡量不要再吃東西。這樣12點睡的時候，中間也隔了4個小時，也比較不會影響到睡眠。而且我最近有做一個我覺得蠻棒的事情，就是睡前，因為有時候都會滑手機嘛，所以我就会把最後的那半個小時、1個小時，手機先放着，開個小夜燈，然後開始在床上輕輕的拉筋，然後剛好又配合在晚上的時候，可以讓我比較好修復，比較好，不會睡前有滑手機的壞習慣。然後我覺得效果還蠻不錯的，等一下回去的時候可以讓大家看一下。OK， 好，那這就是現在目前跑一半的一個狀況，我覺得，比想象中還要輕鬆啊。對啊，畢竟是跑中途，OK。現在時間大概是11點半左右，在半小時後就要開始睡覺。那這段期間也是我覺得做這種備賽，不管是半馬、HYROX 各種運動裡面最重要的時候，因為只要一個不小心沒有好好休息，隔天的那個 Garmin 顯示的運動完備分數就會非常的差。他意思就是說，給我大家好好休息，不准去運动。你知道那種心理層面，你就會覺得 ，OK， 你只要看到一個超級低分，你在跑間歇的時候，你就會心裡有一個聲音說，你今天的完備分數很低，所以你累是很正常的。但如果你分數很高，如果來一個90分，你那天跑的時候，你就算再怎麼累，你就說不對，今天的我是準備好的我，所以我這個累都只是假的。我覺得那個分數真的有點會制約人，所以我會盡量讓自己的分數每天早上去看到的時候就會比較高一點。我覺得讓我在那天訓練的時候就會比較可以認真一點。OK， 所以現在還有半個小時，我就會先把上面的燈是什麼意思？就像這種 ，Oh my God， 哦，這種就是上面的燈。就一定要把它關起來，因為它們就像是太陽一樣。但是晚上啊，你說這種旁邊的這種台燈啊、竹燈，在古代的原始人當中，這種火就很像是引火，對不對？燒火起來的感覺。但是上面那種就像是比較像是太陽燈，所以盡量就會讓我自己的卧室裡面冷氣先提早開起來，然後燈關暗一點，準備進入到那個睡眠狀態。我是在網絡上看到一個叫Huberman Lab， 他的這個 podcast 裡面講到，講到這邊，我覺得我很推薦大家一個 app， 它裡面可以很快的幫我去整理他們那2-3小時又臭又長的，但是又超有價值的一個 podcast 內容，他們會直接幫我翻譯成中文的摘要。我喜歡到我直接去密那個開發的人說，拜託讓我跟你合作，我已經付錢用你們家的東西，我好喜歡，這是我夢想中的 app， 然後連結我會放在說明欄裡面。但我要講的事情是，因為他是斯坦福的神經學的博士嘛，所以他很喜歡用一些科學的理論去說大腦啊，或者是神經系統要怎麼樣，不管是放鬆，或者是更科學化的過好一天。這種科學化過好一天，我覺得我之後想要來拍支影片，實際來體驗看一下到底有沒有這樣子的差別。但我覺得他在講睡覺的時候，就像我剛剛說的那些燈啊等等的設置，也是他裡面提到。那我現在要做一個很重要的事情，其實就是睡前的拉筋，就是我刚剛前面提到，就是讓身體柔軟度變好的部分。因為我其實是一個柔軟度非常非常差的一個人，所以有時候柔軟度差，在做一些動作，尤其是你看像HYROX 或者是最近也開始在跑越野跑啊什麼動作，你就會發現很多的關節啊，很多的身體的部位，它在一個錯的角度的容錯率比較低，因為相对柔軟度也比較差的關係，所以會更容易在哪邊有疼痛的問題。那時候就看到他們的 podcast 裡面就有提到一個怎麼科學化的去進步你的柔軟度，它裡面其實就是提到說，你每個部位拉筋每周就是要達到5分鐘。那是什麼意思？只要像我現在這個腿後的話，我可能就是現在這樣子拉筋，然後它的疼痛程度，我們一直以為可能要在很極限8分9分的那種狀態，但他說其實不用，可能2分到5分的這種
緊繃程度就可以了。哎呦，我想說那還蠻 OK 的，尤其在睡前，你又不可能把它拉的真的很强烈，所以2到5分可以試试看。一個禮拜total拉5分鐘嘛，所以我可能今天就是拉30秒，各2組。我一個禮拜如果拉5天的話，就可以湊到這個5分鐘。OK， 好，那先睡覺了，晚安各位。今天是我們基督教 HYROX 社群的團練日，然後這次有跟 Garmin 合作，讓大家去體驗4代，並且感受到 Garmin 手錶在訓練的時候，給你直接看到這種數據化的訓練表現，能夠怎麼提升你的訓練效率還有方向。然後這一次有 Peter、Jax 還有我來幫忙主持這個活動，哇，也來了50多個人啊，大家都是高雄熱愛 HYROX 的人。健身的人跑半馬是不請教你，難道請教傑化嗎？不可能是請教他。所以，你覺得健身的人準備半馬應該要注意什麼東西？不要重訓。對，直接完全不要重訓，有下半身就不要再練，因為我觉得你假如在練下半身的話，你整个課表的強度會沒辦法拉高。而且根據我的觀察，假如你是認真跑的話，其實你只要都是有跑間歇，然後跑高強度的節奏跑的話，其實下半身的肌肉量是不會掉太多，所以我覺得反而不用太害怕。但是我跑很多的強度課表，但我不會退，容易退嘛就很爛。這樣你是什麼時候要跑？我們11月29 Garmin Run。哦，同一場哦。目標多少？你先說你目標，我聽看看。我目標是85。那你覺得我大概是多少？那我覺得你可以抓在95。哦，就大概是430吧。好，我跟你講，我們教練給我90，你給我95，我給我自己100。我教練給你90，對，他很不了解你，還是他看得起我們了？對，他太看得起你們了。他看完你影片，以為健身人轉跑步都是這樣。為什麼教練那麼看得起你啊？那因為我之前跟教練說，我半馬要破100，他說哦很難哦。然後我說我全馬要325，他說有點難度，可以挑戰看看，有點難度。現在學很像的。對，叫你提早來，不是在這邊搞什麼東西啊？沒有，你再蹲下來說一下，你 Garmin Run 要跑多少？99分啊！99分？沒有，我覺得99有點太簡單。對啊，你現在馬，你沒有扁平足，你現在馬就可以99了。你講個認真的。啊，你第一次不是也是99？對啊，對啊，就99啊。啊，你呢？對，我89啊。啊，沒關係啊。89其實蠻快的。啊，反正我就要我現在說我年底要跑89，也不是那麼有把握的一件事。沒有，我們就習慣先講啊。像我們 Sub 60也是就先講起來，但有沒有做到是另外一回事。對啊，你們怎麼都一直沒辦法？沒有，我們半馬這一次達到之後，下一次就是，如果我覺得要是你們半馬都已經可以89的話，你們輕鬆60。你就看他的RG時間給不給力，現在就真只剩他那2條東西沒有處理好，真的，其他都 OK 了。對，而且我認真講，我就假如你現在有在背半馬跟背 HYROX 的話，我覺得這2個是超級互相加成的訓練的課表方式。為什麼會這樣子？因為就是你認真想嘛，其實 HYROX。它假如你比個人的話，大概都是維持在 Zone 3到接近 Zone 4那邊，那差不多就是一個半馬你在跑的這個距離的心率區間。假如你是比雙人的話，那可能比較接近是10K 啦，就是你會一直維持在很接近 Zone 4那邊。對。所以你假如是要把你個人成績拼好的話，那你順便再去報個半馬，我覺得這會很棒。好，那我們就基督教活動先辦起來。OK， 搞。哇，腳麻掉。89很猛。沒有，我們先講起來而已啦。對啊，如果沒有跑到，就不把這一段剪進去。不然再補錄一段，我們目標是95。我們目標95。對，這是補錄的，就看到時候是用哪一個。再補一個，我們再補一段，你再說我們目標是99。我們目標99，可以吧？好，可以。再補一個，我們目標是104。我們目標104，可以吧？可以。OK， 好，等一下我說一句，大家就跟着說一句哦。親愛的肌肉之神，親愛的肌肉之神，希望等等給我們，高雄人的力量，高雄人的力量。出發，2、1 ，Go！ 你們都超標嗎？先跑76秒，不能夠離腳太遠哦。
剩最後一套。來第5組準備哦，2、1 ，Go！ 來第6組也是跑跑。跳起來，休息會更累，休息会更累。不要停下来，出。所以在跑步上面要进步，很重要的点真的是要有一个很好的手表。那第一就是推荐 Garmin 表，就我從剛開始有在運動、有在健身的時候，其實就一直都是在戴 Garmin。今天要湊第30K， 但因為時間真的是找不到，只能大中午來跑。但你到高雄這樣不是開玩笑，所以一定要把它包起來，變得像現在這樣。等下再把它綁緊一點，厚裡摸裡。OK， 耐熱訓練一下。沒有，其實是沒時間跑，把這最後的5K 湊滿。但我塗很多防曬，這很重要。來了，我們就輕鬆跑就好了。錄一下，然後开始攻擊住嘛。所有拿到地图了，輕鬆跑。各位，我跟你一樣感到很疑惑，怎麼突然參加了越野跑的比賽？突然接到蓉蓉說：“Solo， 走，去參加個越野跑比賽，感覺很好玩。”而且沒想到這個比賽真的不是開玩笑的。噔噔，快閃來到台北。我跟你講，好不好？15桿。來，15桿哦，是要15桿？這是什麼？15桿嗎？你是15桿嗎？對，你好，我是15桿。來，我跟你講，我明天15前越野跑，人生當中第一次越野跑就交給你了。你也是嗎？我有錯。怎麼樣？累嗎？輕輕鬆鬆，心率160。我想多少心率？120。真假的啦？哇！這個流汗的程度非常的殘忍。不累啊，汗流比較多而已。現在已經快1個小時了，我們距離2.62公里了，但一直爬坡。聽完再就好了，不求任何的成績。成績在我們的手錶裡面。已經1小時30分了。對啊。我原本以為這個活動是一個30分鐘的活動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哇！糟糕，這禮拜要超出負荷了。對，這禮拜超負荷。衝起來！哇！2小時7分。Holy moly！ 哇！其實要維持3天高強度的重訓跟跑到40公里的量，對目前的我來說，身體負擔好像有點大。後面幾次跑步下來，之前受傷的膝蓋都開始有疼痛的感覺，這應該是之前滑雪的舊傷。之前在加拿大第一次滑雪的時候，有一次速度過快，直接噴出去，板子插到雪當中，差點把膝蓋的韌帶拉斷。後面在溫哥華的幾天，哇，都是一拐一拐的。但是之前在跑高強度課表的時候，其實因為時間好像都比較短，比較不會有疼痛。但現在跑量跟時間都慢慢增加，就感覺到身體的哀嚎出現。所以最近可能需要去把跑者需要的肌力訓練去做個完整的研究，讓膝蓋心情能夠好一點。祝我膝蓋一切順利。